胖子，有病吧你？嘛呢？胖子，胖子！你们是怎么回事？胖子！胖子！这胖子是怎么回事？从前不是说让你给他丢这啊？十有八九是着了那不老的道。什么呀？这好像是花古玉。玉？不会是鬼上身吧？别他妈鬼笑了行不行？我告诉你，我可带着桃木钉呢，胖子。他好像有什么话要说，他好像控制不了自己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孙子又顺手牵羊啊！我不都告诉过你，不是什么都能随便拿的吗？啊，杨大宝，你看看这玉是到底什么玩意儿？老胡！我这样。胖子，你别躲来躲去的，赶紧给我出来！你听好了，组织上对失足青年的政策一向都是宽大处理，只要你肯站出来，你的所作所为我们都可以既往不咎，听见没有？王海源，给我出来！我去，还真中邪了！你怎么什么都敢啃啊？我怕毒死你！哎，胖子！胖子！我去！我去！你说这孙子真是魔怔了，逮什么咬什么。哎，幸亏没咬着你杨三毛，要不然可便宜他了。合着您是担心这事儿吗？哎，这到底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一种特殊的玉石，但是我估计啊，这上面被下了蛊。胖子的发疯应该跟这有关系。那他就是活该。
啊，叫他顺手牵羊，他就应该有这么惨痛的教训。来之前我查过一些资料，古滇国有一种蛇蛊，可以迷幻人的心智，控制人的身范。这胖子啊，估计就是中了这种蛇蛊。这蛇蛊其实就是一种可以让人致幻的药物。明白了。哎呦，哎，这给我摔得够呛。干嘛呀？陈瞎子说过，这人要是中了邪啊，就得大嘴巴抡。我给他抡醒了。哎，先别说您这土方子能不能管用，您就是能把他抡醒，能帮他解蛊吗？解蛊？那你有什么办法？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北地玄珠，硝石的一种。这种石头的气味可以刺激人的大脑，让人迅速清醒。哦，这也许啊，对解蛊能有作用。够窜的还，我给他试试啊。还挺好使啊。看来啊，这石头对他没用，您还是用您的土方法吧。还是大嘴巴抽这土方法好使。我对不起。哎呦，我是跟散了架子似的。我是不是做了一梦？做梦了啊？是不是梦见吃烤猪蹄来着？啊，烤猪蹄，那还剩好些呢。恶心死我了！我告诉你啊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跟我老实说，那玩意儿从哪儿来的？什么东西？不知道啊。他还是脑子不清楚，把你那玩意儿再给我使使。来，不，我又想起来了。我不是上去烧那布偶吗？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真是历尽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爬上去。那布偶离近了，可真够吓人的。就我害怕，可是我当时我脑子啪我一想，哎，你知道我想到谁了？我想到你们。万一我要真的出了事了，谁来保护你们？哎，我再想，我不就面对一个破人偶吗？我有什么可怕的呀？别给我废话，捡重点说。完了，我就心一横，眼一闭，我就把他给蹬上来了。蹬上来，我就发现身上有这么一玩意儿。我说这什么呀？我当时想了，老胡你在龙里迷窟的时候，你拿着蚊香具的时候，你不闻了吗？我也闻了一下子，没味儿。我就拿舌头舔了那么一下。哎呦，你别说，我这么一舔，我发现了，就这玉它绝对是块好东西。但再后来就麻烦了，我这舌头就钻心的痒啊，我就说不出话来了。
到最后我逮什么我想咬什么，我控制不住自己了都。看来我分析的没错，这上面是被涂了一种可以置换的药物。胖子，你丫就是纯属活该啊！我跟你说多少回了，贪小便宜吃大亏，这回得让人给收拾了吧？让你什么东西都当垃圾一样往回顺。大姨，想怎么着？我这次真的是知道错了，我一定是痛改前非，重新做人。哎，我对老天爷保证，我以后要再逮什么顺什么。哎，那我就歇菜吧你啊！你这破盲顶能改，我胡子上倒着写，是吧？杨三宝，我觉着吧，这某些人他就是不长记性。等回了北京，我召集大伙儿给他开一批斗大会啊！我把这个金牙、陈瞎子、乔二爷都找来，好好给你上一政治课。老王，咱闹着玩可别下死手啊！这事儿可不能往外说呀。大金牙那嘴，他知道了，那全北京城不就都知道了吗？是吧？那我以后在王二楼我怎么混呢？你说说。这个事儿啊，你说，我知道，看你啃的挺香的。杨三宝，来一下。这是不是有草？这应该是储存尸油用的。是不是有点烟我就知道了。小心点啊！哎，老黄，你们过来看看。那儿好像是扇门呢。下去看看。
哎，你说这献王这老头也挺不要脸的，就这么一破石门，还起名叫天门。别瞎说，这天门可不是普通的石门。如果我没推测错的话，这应该是献王老儿师姐升仙登天用的。而且在灵智里，这种天门一般不会上锁。不上锁？为什么呀？看来他对自己陵墓的设计十分自信，他相信不会有人猜到这献王地宫就在水下。得嘞，那既然献王都给咱留门了，咱就别客气了，咱进。小心点。哎，你说这门要真没锁，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弄。哎，杨参谋长，你们班是？怎么了这是？如果沐晨珠就在这扇门的后面，咱们进去之后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？还能不能活？杨参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平时天不怕地不怕，现在还有顾虑了？哎，你们族人找了多少年这种子呀？现在终于到门口了，还犹豫上了？放心，有我们俩在呢，不会有事的啊。珠子不在里边，我们一直陪你找到为止，而且不会出问题。是我连累了你们。杨参谋长，您说这话就见外了啊！咱们现在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，是吧？再说胖爷我只要是认准一人当兄弟，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。而且有了你这事儿以后啊，我们俩还觉得挺充实、挺好玩的。人就得快乐，多快乐一天赚一天。这比等等自带好玩多了，赶紧的。哼。你说这献王老头也够奢侈啊！屁大这个地儿，他还造了一桥，还这应该是三石桥，代表人的三生三世。在古代传说中，人死之后化仙升天，便要先踏过这三石桥。只有摆脱世俗的困扰，才能够脱胎换骨，遨游太虚，做一个神仙。这些名堂你是懂得真不少啊。看来这个献王老儿一心成仙啊，连这古墓的灵智都是按照道家成仙的风水格局制定的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过了这三石桥就是地宫了。那咱就别慎着了，咱赶紧抄到老巢去吧。你们先走啊。
小心点啊！实在是高。哎啊！你丫不是上9天揽月下不腾捉鳖的吗？那不是上面有玉吗？哎，老胡，你慢点走，别晃啊！哎，慢点。小心啊！你慢点儿，慢点儿。太高了，太高了。小心点。可算到了。哎，这里我怎么3口棺材啊？这还掉了一个，是什么路数啊？这棺材木料不错啊，这小伙子腿都不好使了，这。哎，这棺材什么料？别乱碰。这口棺材没有走漆，从纹路的走向上来看，它的木质极为细密。这是什么木头做的？印子木，这种植物在深山老林背阴处，常年不见阳光，而且几百年年轮才会长一圈，是非常罕见的木料。印子木？哎，我好像听陈瞎子说过，青铜果，印子棺，8字不印，勿靠前。对，就这句话。青铜果，印子棺。哎，我说我一进这儿，我就觉得这3口棺材透着个妖劲儿呢。怎么了？怕了？你让他们人怎么说话呢？胖爷，我什么时候怕过啊？不怕你腿软什么呀？我那是恐高，那是生理反应，跟那不是一码事儿。哎，老胡，我可听说了啊，按市场上的行情，这棺材要真是印子木做的，那可比黄金做的可贵多了。黄金啊，10口黄金棺材也换不了这1口印子棺。有个名目叫做印木断银8寸板，看看这棺材板，如果不是万年的印子木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厚的书信？万年？就算当年慈禧太后老佛爷也没混着这么个待遇，就是因为在汉代这玩意已经绝了，现今啊，没有人能找着这么厚的木材。哎，老胡啊，如果这棺材这么值钱的话，那我觉得献王的真身肯定就在这棺材里边。要不咱把棺材跟献王一块带回去，是吧？这样的话2全其美啊。杨参谋，我发现有的人还真舍不得这批斗大会啊。没，我就开个玩笑，你当什么真呢？你胖子，你别拼了。老胡，
这3口棺材里面，哪个才是献王啊？剩下的这2具里面，到底都是谁啊？我现在也摸不着门道。青铜果在灵智中也属异类，一般大的罪人或者得了传染重病的贵族才会被铜果封死。还有一种手法，就是入殓之前出现尸变的迹象，为了防止尸体破棺而出，这个铜果下了9道重锁，应该就是为了防止尸变。至于这里边躺的是不是献王，我也捏不准。看来咱们还需要继续找找看。哎，老胡，你们过来看一下，这棺材明显比那俩棺材短一截儿。我琢磨着，这是不是献王的儿子呀？啊，还是一小少爷，没念完出宫就给他老爷子陪葬？不可能，虎多还不识子呢。我没听说过是用自己的子女做陪葬的。杨参谋说的没错，这里边肯定不是什么王子王孙。之所以这个棺材这么短小，很有可能里边放的不是全尸。不是全尸？那怎么着？就跟冰箱里放猪肉似的，装一半留一半。时代不同，葬式也不同。春秋战国的时候，有种拼之葬，就是把不同的尸体拼在一块儿。这个很有可能就是拼之葬的石棺。看这上边，材质是一种罕见的粮食，性寒入冰。看来躺在里边的尸体，生前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。既然到现在我们也无法确定哪个里面是献王，不如3个都开了吧。大气。行，只能用排除法了。胖子，哎，把蜡烛点上，就从那口印子棺开始吧。得嘞。哎，老胡，以前都是你立即定位，今儿胖爷我给你来一手。这个屋子东南角，应该就是这边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对，这边东南角，走。你那个啥看搁好久了？心都支住了。我们这回出来，兄弟们死了死，伤了伤，就连组长也要人的，我们就不该追进来。最惨的是，我们还被困在这里，人没得赶紧逃到出口。杀了我们赶了回到出口呢。要是跟了他们3个外族人，我看哪个都难活。那你为什么要留下来？
我是看到你留下来才留下来的。我留下来是为了带你们发笔大财。说清楚，发大财。你晓得他们为什么要下水吗？不是说咱们可长什么草油吗？自动发的业绩，他们下水一定是因为水里面有传说的宝藏，他们3个就是贼，是想偷宝藏出来发财，所以才费尽心思来指点。不是我们进他们的手，拿到了宝藏。老胡，你说这3世桥代表献王的3生3世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性，这3口棺材里装的都不是献王，而是他从其他古坟里挖出来的，被他认定为可以代表自己3生3世的尸骸？你还真提醒我了，这3口棺材并不是同一时期的，很有可能代表的是献王在人世间的3生3世。中国道家向来都有仙道化3生的传说，这前3生便是3遇，而且最终的死相都极惨，所以才用这么特殊的棺椁来装殓。要这么说的话，真正的献王并不在这3口棺材里，而是藏在这间墓室的什么地方。看来咱们还得继续找找看，有什么其他的暗格密道。胖子，胖子，什么声音啊？不知道，好像就这里有个声，好像是。你没乱动东西吧？你还别不长记性啊！胖子，你刚才点了几支蜡烛？3根啊，开3口棺点3根蜡烛。好呗。闲着玩了，怎么多6根啊？这什么玩意儿？去看看，小心点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？活的死的？这应该是黑灵鲛人，都是死的，不用怕。黑灵鲛人，传说在古代的时候，这种怪物聚集在深海，专门袭击往来的船只，遇害的吃的连骨头渣子都不剩。真没想到，居然真有这种生物。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美人鱼啊？可这长得跟咱想象的差距有点大呀，太磕碜了。首都资产博物馆是不是缺这么一标本？没想到你这么有觉悟啊！居然会替国家着想。我觉得吧，你可以搬回去一个，送给自然博物馆，收出来能换成奖状。奖状就算了，我的意思是搬俩回去，捐一个卖。杨探长，那你说这献王为什么使他当灯笼啊？黑灵鲛人的油膏燃点很低，而且仅1滴就能燃烧数月，所以古代很多贵族会用它在墓里作为万年灯。
可这灯什么时候点着的呢？我记得咱进来的时候没瞧见呀。这没什么奇怪的，咱们进来以后啊，改变了这里的空气环境，火融遇空气即燃，所以啊，这些鬼火就突然亮了起来。你丫刚才到底干什么了？你干什么呀？没干什么，没干什么，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你是不是动上面东西了？啊？说实话，你想害死咱们3个人？你要是难了，就赶快交出来。是这样，我就看有这么个玩意儿，我就拿来看看。我没想顺它，真的。这是青铜镜，古代镇尸的法器。镇尸的？我没想是，你找我就是让你放兜里吧，放回去不就完了吗？我放回去，哎，这按不进去怎么办？你是真要跟咱过不去啊？这事交给我，去把蜡烛点上。好，哎，不是老黄，那你蜡烛灭了再点，这不是作弊了吗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好，玩去。哎，老白，行，卡着。哎。蜡烛我点。哎，怎么灭了？点了吗？点了。看来里边这东西不是一般的厉害。要不然我再点。多了3个。明点烛，鬼吹灯，堪舆倒斗一兴风。今天这可是黑猪渡河的天照，这县衙墓里士气冲天。这件实在是太邪了，大家一定要万分小心。仨小伙是摆这吓唬他们的吧？你看这个小伙长得跟个孩子似的。这是用活人制作的长生烛，这几个孩子肚子里装满了油脂，通过肚脐流出，看这样子应该是在活着的时候被灌的油。活着？以前只是听说过，没想到真有如此惨绝人寰的做法。邪我这个王八蛋，太残忍了，连个孩子他都不放。原来我是想给他留个全尸的，就冲这个，我非给他挫骨扬灰了不可。看这个，节节引生。看来不光是长生烛，还是金银童子，是献王成仙以后帮他引路用的。可怜这些孩子这么小，就被迫成了牺牲品。献王为了他的不死梦，真的是灭绝人性。奇怪，按照灵志，地宫中的每一盏长生烛
都对应一具尸体。算上刚才的6盏黑鳞角人，现在一共有9盏长生珠。难不成这墓里有9具尸体？不对呀，这墓里现在只有3个棺材，咱们数这个数对不上。老婆，胖子，你们过来看。这金银童子身上怎么又有红斑地号啊？老胡，你是不是说过，每一盏灯都代表一个尸体？那邪王的老王八蛋是不是把咱们也算上了？这3个金银童子就代表咱们3个人。别一惊一乍的，自己吓唬自己。我不是自己吓唬自己，你看这红斑跟咱们身上一模一样，这说明什么？难道是牛尾巴抽苍蝇赶巧了？这不是巧合，这3名剑影童子和扎格拉玛族人一样，得了相同的红斑疾病。对，我觉得杨子洛分析的靠谱。看来这献王和精绝古城的怪盗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，这反倒说明了。少宰，你说他们3个都是盗贼？是呢，我看他们3个宝头装的好多工具，一看就是挺能来的。大家好好想哈，如果那个葫芦洞里真有那么多怪物，就凭他们几个能活得出来吗？就我们，无非是想让我们替他们送死，这样好浑水摸鱼，借机逃生。原来是想让我们当替死鬼。这帮人太恶心了嘛！我们不要恶意揣测别人，他们不是那样的人。阿达，你好好想哈，那3个外人一直在利用你爱的你妹，你咋个还能够相信他们的鬼话呢？阿达，我觉得张龙说的有道理，你先听他说完。张龙，你先说，我们应该怎么整？现在要我说，这个水下的东西是属于我们自己的，绝对不能让3个外人带走。水性好的兄弟，跟我一起下去取回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，然后再把那3个外人请回寨子。我给你去。也带我一个。那我也好，既然大家愿意，我们现在就下水。你们不能去，我和他们接触过，他们绝对不会是贼。你可是我们遮龙寨的人，3番5次替外人说话，你不会是收了他们什么好处吧？你哦，对了，就是他妹给那3个人执拗。赵龙，血口喷人，你要再敢胡说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走，外头浪费时间。走走。我看哪个敢动。老胡，这里还有一盏长生灯。这灯这么大个，肯定是献王他自个儿的。第10盏，这表明这墓里至少有10具尸体。除了献王，还有什么重要人物的尸体会在这墓里呢？如果说这3具棺椁里的尸体分别代表献王的3生3世，那加上他自己的，应该是4具。刚才咱们走过30桥的时候，我发现桥上雕刻的动物都是雌雄一对，说明这是个合葬墓。
再加上献王的妃子，这里至少应该有5具尸体。如果这样算来的话，这尸体与长生族的数字相差很远啊。那是不是献王的老婆比较多呢？赶紧开棺啊！找到木尘珠那才是真格的。我最怕数数，老胡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。What number？ 他的意思是跟你学的。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啊？有可能是因为年头太长了，加上刚才这个棺材剧烈的晃动，这个链子已经经不住这个通关了。哎，老胡，你过来看，这好像砸出一大洞来，还小心点啊！慢点啊，还有什么机关？另有空间。看来咱们刚才分析的没错，这里边不止3个棺材，说不好这献王的真身就在下面。慢点啊！小心！我去，这墓室可真够深的。我去，这么多陪葬品，哎，这青铜的不是？哎，老胡，你看，哎，这降魔杵，这是金的吧？这个啊，别乱动东西，万一触发机关怎么办？放回去。啊，我就是随便看看。哎，你说这里面怎么这么臭呢？这是木果木，时间太长了，木头都发霉了。我通了风就好多了。甭管什么木，哎，就冲这些陪葬品，这棺材肯定是献王的啊！人算不如天算啊！这献王老儿也没想到，青灯果能把这下层墓室给砸出来。不过这棺材是什么材质的？玉的还是水晶的？这是蓝色石晶岩，水晶的变种。这种岩石只有在地下叠生岩层中才能形成。石晶岩，我记得古籍中有提到过这种石材的记载。传说地狱中有种石晶做的石磨，凡是大恶之人坠入幽冥之后，都会被石磨碾压，永无超生之日。这种棺材又称鬼棺，是大凶之物。这献王怎么会用鬼棺来入殓呢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献王不在这棺材里？
要我说，咱先别讨论了啊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咱们关他打他不就完了吗？是吧？这样，老胡，这次我打头阵，开关的事包胖爷我身上。哟，沧海横流，方显英雄本色啊！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一颗红心，两手准备，你要小心失眠。这您放心，这事我们得清，您就讲好了。交给你吧。那王司令，劳驾您帮我判断一下，这东南角在哪儿啊？那个，您诚心的吧，杨参长？这里面是一圆，你让我哪儿找角去啊？再说了，我都找不着北，我哪知道南在哪儿啊？您就拿您那个指南针，您凑着找。得嘞，就这儿了，从这儿下手，来吧。哟，这手艺不错啊，偷学的。你还是不是早就想着谋朝篡位呢？你说我也算正儿八经的摸金校，咱不能辱没了祖师爷的名号，不是？哎，行了，这是什么做的？绊脚绳啊，上面染的是朱砂，防止尸变。如果遇到尸变，开关的时候就把它拦着关口，这样尸体就不能长弯了，腿脚不能动，它就蹦不出来了。一根绳子就能把它拦住，这没有科学道理啊！这是祖师爷传下来的规矩，有备无患。哎，你别说，这谢王这保养的还不错啊！哎，变黑了，是被空气氧化的作用。您说过，这石警官虽然是不想证物，但却可以在完全密闭的情况下，完好的保存尸体的原貌。哎，你看，谢王的眼珠子没了，好像是被摘掉了。这眼睛上有被施过弯形的痕迹。古代的时候有种刑具，形状像杯子一样，里边有旋转的刀齿，弯在眼睛上一转，就可以活生生把一点罩子给挖出来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有人把谢王的眼珠子给剜出来了？谁这么大胆子？这古尸的头有明显被利器割过的痕迹，但看着应该不像是被斩首的，应该是死后才被割掉的。看来这人头应该是被拼上去的。拼上去的？拿着。这是谁啊？这骨头架子是拿黄金补上去的吧？这骨架和头颅不是一具尸体的，
你看这下肢、中段还有脑袋，根本就不配套啊！这一看就不是一个人身上的零件啊！这不奇怪，这只是献王老儿妄图成仙的一种手段。这具尸体叫做银骨，古时候有种说法，想要得道成仙，必须脱胎换骨，经历几次重大的劫难，找到自己前3世的尸骨，埋于阴血中，当作银骨，以便向天地明示，自己已历经3遇，足以脱胎换骨。这样一来，想要得道成仙就有指望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银骨是由上面3具棺材中的尸骸拼接而成的？我看这头骨的保存状况，挺像是那口极品的棺里的东西。还有这身子中段，骨头已经烂没了，不得不拿黄金给接上，八成是那口石棺里面的残骨。那这下肢我要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那个青铜棺椁里的吧？挺聪明啊。那是。还有，这脑袋上没有眼睛，胸骨上少了几根肋骨，腿上全是淤青和黑痕，说明这3个人经历了3遇的苦行，分别是挖眼、掏心和剁蒜。啊，那说明这银骨是替献王代为收过的是吧？哎呦，要说这哥仨是真够倒霉的，你说死都死了，还让人五马分尸、刨坟掘墓的，哪说理去？这银骨不是献王，上面3具棺材里面也没有献王，这献王就在这里。梦幻新诛仙，好玩能上天。梦幻新诛仙手游邀您继续观看云南虫谷。接着走，都死了，难道新主长的只有我？你不是就去了没？原来也吧，阴差阳错，
咱找到献王的棺椁了，谁成想啊，这一下把4个棺材都给排除了。哎，你说献王的老狗日他能藏哪儿去啊？啊，难不成真成神仙了，在上面待着？胖子，啊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什么了？你说啥？胖子，这回记你小子一功。不是你们说什么呢？啊？这件木椁的银骨要在地狱替献王受过，也就是说，这件木椁代表的是地狱，上面3具棺材的墓室代表的应该是人间。由此可以推断，墓室的上面一层应该还有一层墓室，则代表的仙山，献王真正的尸骨就在仙山上。你们的意思是说，这上面还一墓室？既然下面有银骨，那么必定分为天门和地户，是龙氏潜伏待期。这是一个虾尾、蟹身、金鱼眼结构的3层水墓。那么这献王棺椁的位置，一定与中层墓室的玄关以及这木椁当中的银骨成一条垂直线。那咱等什么呀？赶紧上去吧！稍安勿躁，祖上有任务交给你。什么任务？之前答应孙教授了，咱们不破坏文物，所以啊，你让我把这儿恢复原样。哎，凭什么是我呀？革命不分高低贵贱，后勤工作很重要啊。行，包我身上。哎，胖子，哎，我告诉你，别憋着坏啊，一样东西都不能拿。这么沉的东西我怎么往回背呀？咱还得游出去呢，是吧？没事，放去。放开我们！赵总，你卑鄙！阿达，像你这种软警察，可干不成什么大事。想个等阿达留下来了，我不拦你们。但如果我这里取出啥子宝贝来，可就没你们什么事情了。走，下水。老何，看来我们分析的没错，上面确实有一层墓室。上去看看。老胡，你还推孙子了，你这不更傻笑了？哎，小心！哎，胖子，你那边怎么样啊？啊，好了，我这边已经发现新大陆了，别磨叽，快点的。好嘞，马上上来。
老胡，老胡，上来吧。哎，好嘞。这么高，让我爬高，要了命了。累死我了！瞧让你还干点活真磨叽，害得我们等你这么半天。谁磨叽了？底下这些东西不都我一人收拾？我跟你说，推那棺材板费了我大劲了。老金要是在就好。你来吧。老金再也没有。老胡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卖这么大力气，可都因为这是你交给我的任务啊。行了，既然你对这后勤这么热情，那以后就命你为后勤部的组织部长了。少来，我才不上你当呢！你这累傻小子呢你？我说老胡，你不是说这银鼓上面就是先王的棺材吗？棺材呢？我怎么没瞅着啊？我也觉得奇怪，会不会是这先王老人把风水格局给改了？这先王确实心思诡异，令人难以琢磨。既然这里有条墓道，那就证明咱们判断的大概方向没错，还是继续再往前看看吧。我怎么老觉得这些雕像在盯着咱们呢？不是的。要不然你给长长眼，这雕像眼珠子